王莽没有杀死西汉，他只是把西汉隐藏多年的裂缝变成了断口。在他登场之前，土地已经开始离开种地的人，权力已经开始离开真正决策的人，朝廷的诏书还在发，郡县的簿册还在记，帝国看上去仍然完整，但完整不等于健康。一个农民卖掉一块田不叫亡国，一个外戚替皇帝多说一句话也不叫亡国，一个宠臣越过制度站到皇帝身边仍然不叫亡国。可帝国的崩溃恰恰就是由这些不叫亡国的事情组成的。失灵的规则不会立刻崩塌，它会先保护最会绕开它的人，再逼走最守着它的人。没有哪一步足够惊人，所以没有哪一步能被及时阻止。到最后，人们不再相信制度还能修复制度，他们开始等待一个没有污点的人。于是王莽出现了，谦恭、克己、清廉、孝顺，几乎没有瑕疵。一个失灵的时代终于等来了他想要的圣人，但圣人不是答案。每一场崩溃都不是从崩溃那天开始的，西汉也不是先亡于王莽，他先亡于一张张田契。一个农民借了一笔过冬的粮，一个地主收了一块抵债的田，每一步都合乎情理，你很难指着其中任何一个人说就是你毁掉了这一切，但所有合理的决定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方向。公元前1世纪，西汉帝国立国已逾100年，文景之治的余温犹在，但土地正在从种地的人手中一块一块的消失。这不是天灾，不是战争，这是一台没有人设计过的绞肉机，自行生长，自行运转。汉初的土地格局是战争洗过一遍的，秦末大乱持续近20年，旧贵族死了一批，豪强跑了一批，大量田产变成无主荒地。高祖立国后推行民田制，按军功爵位高低授田，无爵者亦可占耕荒地，田租从15税一逐步降至30税一。自耕农在文景时代的前半段日子确实过得下去，过得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状态，因为它不是富裕，只是刚好没有出事。一旦旱灾、疾病、征发，债务中任何一个砸下来，账就立刻变成负数。30税一只是田租，地里产出的1/30交给国家，但田租之外还有算赋，成年男女每人每年120钱的人头税，口赋，未成年人每人每年23钱，耕赋，每年1个月的徭役，不去就得拿钱折抵。所以汉初小农真正面对的不是一项清水，而是一组刚好能让他活下去却几乎攒不出安全垫的负担。晁错替他们算过这笔账，他在《论贵粟书》里写道：5口之家能耕100亩，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暑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40之间王日休息，忙一整年，丰年勉强有余，灾年入不敷出，丰年不亏，灾年亏穿。这是自耕农的全部安全余量，薄到一次意外就能撕破。一个自耕农失去土地的过程比想象中短得多，旱灾、蝗灾，家中有人病重，有人被征去戍边，一去3年。总之那一年地里的产出不够交税，不够吃饭，不够熬到下一季播种。他去借粮，放贷的通常是本乡富户，年利率可达100%。借1担，秋后还2担，利率听上去骇人，但从放贷者的角度看完全合理。借给一个随时可能还不上的穷人，风险天然就高，利率不过是风险的定价，债权人的每一步都经得起推敲。问题在于，对借粮的人来说，这是一道单行门，好年景，余粮先拿去还债，攒不下积蓄，坏年景，利息滚进本金，翻入下一年，连续2个坏年景，他手里唯一能抵债的东西就是脚下那块地。地一旦出手，自耕农变佃农，佃农租种地主的田，交的不再是30税一的国税，而是收成的5成甚至6成，先交给地主，然后再缴国税。一个把大半产出交出去的人，剩下的刚够活命，永远攒不出买回土地的钱。这个身份转换几乎不可逆，卖地不是一次交易，卖地是把自己从国家的边户推向豪强的庄园。但这不是一个人消失的故事，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从经济中蒸发，他们变成佃农、雇工，继续耕种同一块地，继续生产粮食，只不过产出的流向被改写了。同样100亩地的收成，从前养活一户自耕农并向国家缴一份清税，现在先养地主再养佃户，国家2头各抽一点，土地总量没变，粮食总量没变，变的是流向，不是崩溃，是重组。只是重组之后，国家失去的是纳税人，豪强得到的是佃户。
天灾和债务只是入口，真正让兼并成为不可逆过程的是3重结构性优势。第一重，税负只压在跑不掉的人身上，名义上算赋和徭役覆盖所有编户齐民，但有爵位者可减免，有门路者能托人，有财力者直接雇人代役。真正一钱不少、一天不落承担全部负担的，只有那些没有任何关系网的底层小农，他们是整条税负链的最终承接者。负担越重，越容易在灾年破产。破产后地卖给谁？卖给那些不怎么交税的人。第二重，粮价涨跌，小农两头都输。丰年粮多，粮价跌，小农急着变现还债，贱价抛售；灾年粮少，粮价涨，大户打开粮仓，高价出货。董仲舒看得清楚，上书言道：敌甚贵，伤民甚贱，伤农，民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。粮价的每一次波动，都是一次财富从穷人手中向富人手中的搬运。丰年不利于小农，灾年同样不利于小农。只有拥有仓储和议价能力的大户，能从2个方向获利。第三重，管村子的人往往也是买地的人。西汉地方治理依赖乡里系统，三老掌教化，色夫管赋税，有角理治安。这3个基层职位大多由本地殷实之家充任，收税的人和逃税的人是同一拨人，劝农桑的人和兼并田产的人是同一拨人。这不是漏洞，这就是基层秩序本身。3重优势叠加，兼并就不再是一个可以靠道德呼吁矫正的偏差，它是系统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正常方向。到武帝朝，司马迁在《霍之列传》里记下了一批巨富：关中田氏、宛地孔氏、蜀郡卓氏，田产动辄数千顷。他们不只是有钱人，他们是一个区域的实际运营者，佃农、商铺、雇工甚至私人武装全部附着在他们的土地之上。董仲舒在那个年代就写下了后来被引用2000年的一句话：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不是修辞，是白描。看到问题的人不少，拿出方案的人也有，改动得了的一个没有。董仲舒最先提出县民民田，给私人持有的土地设上限，武帝没有采纳，不是不想，是算了一笔政治账，限谁的地，外戚、功臣、后裔、地方豪族，全是帝国赖以运转的支柱，动他们的田等于抽自己的根基。70多年后，哀帝朝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施丹联名上书限田，方案写得很具体：诸侯王民田不得超30顷，列侯、关内侯、公主递减，吏民同级设限，超出部分限期退还。诏书发了，期限也定了，然后撞上了丁氏和傅氏。丁太后、傅太后分别是哀帝的母族与祖母族，两家在关中坐拥的田产远超30顷上限。限田令一旦落地，第一批要退地的就是皇帝自己的外家。大司空施丹坚持推行，丁傅联手施压，哀帝夹在中间，最终限田令不了了之。改革不是写不出来，是落不下去，因为落下去的那只手长在被改革者身上。改革者需要刀，但刀柄握在被改革者手里。到了成帝、哀帝之际，帝国账面上的数字看不出崩溃的迹象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全国在册耕地约827万余顷，在册人口约5900余万。从账本上看，粮食还在，土地还在，人也还在。但问题是，谁拥有土地，谁拿走粮食，谁还在给国家交税，全变了。因为账面统计的是总量，兼并改变的是分配。800多万顷地还在那里，但大部分已不在种地的人名下。帝国的总产出没有崩溃，崩溃的是底座。数以千万计的自耕农正从编户齐民的簿册上消失，变成豪强庄园里的佃户。国家征税依托编户，编户减少，税基萎缩，税基萎缩，剩余编户分摊更重，更重的负担逼走更多小农。一个正在加速的螺旋。大厦没有倒，地基已被抽空了一半。住在上层的人暂时感受不到震动，没有一步是意外，每一步都合乎他自己的逻辑，所有合乎逻辑的步骤加在一起，指向同一个终局。帝国不是被谁一脚踹下悬崖的，它是被自己的运行规则一步一步推到悬崖边上的，而悬崖边上已经站着一个人，他看到了全部病灶，也相信自己握着药方。他叫王莽，但在王莽登场之前，还有3个皇帝的故事没讲完：元帝、成帝、哀帝，3代人，3种失控。刘询说过：“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”接下来这句话会一个字一个字兑现。最准的预言不是看见了未来，是看清了一条因果链上的每一个扣。接下来的3代皇帝不是一起把西汉毁掉的，他们只是每人让出去一点东西。元帝让出决策，成帝让出朝堂，哀帝让出皇位的意义。
到最后，王莽回来时，刘氏只剩一把空椅子。公元前49年，西汉第7位皇帝刘询驾崩，他留下了一个修复过的帝国，匈奴称臣，西域归附，吏治严明。他也留下了一个他亲手选定又深知会出问题的继承人。刘询不是普通皇帝，他从牢狱和民间长大，知道帝国靠什么运转，循吏、律令，中央对地方毫不松手的管控。所以当太子刘氏每逢朝议必主张宽恕、纯任德教时，他立刻看见了危险。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正乎？这不是一句繁缛的话，这是一份机器使用说明，这台帝国机器不能只靠德教运转。于是他留下那句诊断：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但他没有换太子。刘氏的母亲许平君早年死于霍氏毒杀，废嫡立庶，在政治上代价太高。他看得见终局，却换不下手，预言就此成立。刘氏即位是为元帝，元帝的失控不是突然发生的，他先让出了判断标准，再让出了信息通道，最后打开了外戚入口。第一步，换标尺。宣帝朝的中枢运转靠一批兼通经术与术务的行政能臣，决策标尺是能不能办，办了什么后果。元帝不信任这类人，他更信任纯粹的经学之士，能引经据典，以圣人之言裁断政务的儒生。标尺从办不办得了换成合不合经义。第二步，丢通道。中书令实显，中书文书进出的总枢纽，所有上行奏章和下行诏令都从他手里过。元帝好经术，验术务，日常政务越来越依赖实显转递和过滤。实显清楚自己的权力来自皇帝的惰性，皇帝越不想处理日常事务，他就越不可替代。有人看到了危险，前将军萧望之，宣帝留下的辅政老臣，上书弹劾实显干政。元帝犹豫，实显先一步截住奏章，将弹劾重新包装成对皇帝用人的质疑。萧望之下狱，在狱中饮鸩自尽。从此中枢的信息通道被宦官把持，不是元帝不理事，是他看到的事已经被筛选过一轮，决策者与真实世界之间插入了一面有色的滤镜。第三步，开门。元帝的皇后叫王政君，她本人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，但她的娘家王氏是一个枝蔓庞大的家族。王政君的父亲王进有8子，子侄辈数10人。元帝在世时，王家尚算低调，但一个外戚家族嵌入权力网络的通道已经打开。皇后提供合法性，皇后的家族提供人手，这是西汉外戚政治的基本方程式。皇帝强势时能平衡这个方程式，皇帝不够强势时，门开了就很难关上。当时没人注意到，这个家族的下一代里有一个格外安静的年轻人，他叫王莽。成帝刘骜即位时20岁，他是王政君的儿子。成帝不是没有皇位，他只是没有朝堂。从登基第一天起，他面对的权力格局就已被母族锁定。王政君的兄长王凤以大司马大将军、录尚书事的身份总揽朝政。大司马大将军是最高军事长官衔，录尚书事则意味着同时掌握行政审批权，两权叠加，实际权力在丞相之上。成帝不是没有挣扎过。即位初年，他试图提拔近臣与王凤对冲，王凤直接上书弹劾，成帝被迫让步，一次试探，一次碾压，此后他不再尝试。成帝坐在皇位上，但朝堂的门钥匙在王氏手里。王凤之后是王殷，王殷之后是王商，王商之后是王根。皇帝会换想法，王氏不会换位置。再加上王凤5个兄弟同日封侯，长安人称武侯。汉书总结王氏一门的规模，凡9侯5大司马。皇帝退入了后宫。赵飞燕姐妹不是这一章的主角，她们真正留下的历史后果不是厌世，而是无私。成帝长期沉溺于赵飞燕、赵合德姐妹，不理朝政。王氏家族在这片权力真空中自然生长，但赵飞燕姐妹留下的后果不只是一个缺席的皇帝，还有一个更致命的事实：成帝没有儿子，在位26年，驾崩时无嗣。皇位不得不传给旁支，定陶公王刘康之子刘歆被选为继承人，帝国血脉传承的主线就此断裂。刘歆即位是为哀帝，时年20岁。他不是无能之人，他看见了王室的问题，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外戚和私人宠幸。他不是拆结构，是换人做进去。即位之初做了2件事：一、推动限田令，试图遏制兼并；二、提拔自己的母族丁氏与祖母族傅氏，用新外戚制衡王室旧势力。限田令的结局上一篇已经讲过，撞上丁父自身的田产利益，不了了之。用新外戚替换旧外戚，本质是换一把锁，而不是拆掉门。丁父入局之后做的事和王室一模一样，安插亲信，抢占田产，把持人事，结构没有变，里面做的人换了一批，然后所有政治盘算被一个名字打断：董贤。
哀帝与董贤的关系，后世以断袖概括。哀帝午睡醒来，见董贤枕着自己衣袖熟睡，不忍惊扰，拔剑断袖而起。但董贤真正的问题不在他与皇帝的私人关系，在于这段关系引发的权力失序。元寿元年，哀帝拜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，西汉最高军政长官衔。董贤时年20余岁，此前无政绩，无军功，无行政履历。朝堂上的人看到的不是一个宠臣，是一个信号。皇帝已经放弃了用正常的政治逻辑分配权力。到这一步，西汉的问题已经不是谁掌权，而是掌权的理由已经坏了。更荒诞的一幕发生在宫宴之上，《汉书·宁信传》，哀帝当众对董贤说：“吾欲法尧禅舜何如？我想学尧舜禅让，把天下交给你。”在座的人都吓住了，这句话被旁人截断，未及落实。但它说明了一件事：坐在皇位上的人已经完全不理解这张椅子意味着什么。元寿2年6月，哀帝驾崩，年25，无嗣。哀帝死后，长安出现了短暂而危险的真空。董贤手里有大司马印绶，但那只是印，没有人，没有军功，没有班底。王政君手里没有年轻，也没有军功，但他有一样东西，名分。太皇太后从长乐宫入未央宫前殿，收回传国玉玺，一道诏书召王莽回京。王莽在哀帝朝被迫退回封地新都，蛰伏数年，一纸诏令他以大司马身份重返长安。第一件事，逼董贤交出印绶，董贤当日自杀。第二件事，从宗室中选出中山孝王刘欣之子，年仅9岁的刘看立为皇帝，视为平帝。一个9岁的天子，一个年逾7旬的太皇太后，一个手握全部实权的大司马。刘询70年前说的那句话，此刻完成了最后的兑现。元帝让出决策，成帝让出朝堂，哀帝让出皇位的意义。3代皇帝，每一代都还坐在龙椅上，但每一代都把龙椅下面的东西让出去一点。到最后，龙椅还在，坐着谁已不重要。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，是每一个人在一条不断收窄的通道里做出当时看似合理的选择，然后通道越来越窄，直到最后一个人发现已经无路可选。而接过这个残局的人，在王室家族内部蛰伏了30年。他做了一件让整个帝国都信服的事，让所有人相信他是一个圣人。一个人想要权力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所有人都觉得他配得上那个位置。王莽从来没有举过刀，他甚至没有大声说过一句要求权力的话，因为刀夺来的权力会让人警惕，被众人亲手递上去的权力最难被怀疑。从入世到成为摄皇帝近30年间，整个帝国一步一步把权力交到他手上，心甘情愿，甚至满怀期待。这不是一个阴谋家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圣人被制造出来的故事，而圣人比阴谋家危险得多。王莽出生在西汉最显赫的外戚家族，但他属于这个家族里最寒酸的一支。他的父亲王曼是王政君的兄弟之一，在王室集体封侯之前就已病故，父亲死得早，意味着没有赶上那趟车。王莽的堂兄弟们个个列侯，出入鲜衣怒马，奴仆成群，宴饮无度。长安城里的武侯说的就是他的叔伯，而王莽没有爵位，没有封邑，年少丧父，他和母亲寡嫂住在一起，奉养老母，抚育王兄王勇的遗孤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用了一个关键词：莽独孤贫，因折节为恭俭。折节不是说他天性如此，是说他主动选择了一种与整个家族截然相反的姿态。这不是简单的节俭，而是一种政治姿态。别人奢靡，他简朴；别人纵情声色，他苦读经书，拜名如陈僧为师，洗礼经。别人用财富和爵位换取社交网络，他用孝行、德行和学问。同一个家族，两种活法，但在一个外戚集团声名狼藉的年代，只有王莽那种活法能赢得外界的好感。一个主动与堕落划清界限的王家人，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招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做法不只赢得了外人的目光，还赢得了家族内部长辈的信任。叔伯们知道，这个年轻人不争不抢，守礼尽孝，是王家门面上最干净的一块，干净的人才能被推出去。王莽的第一个政治机会来自一张病床，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病重，王莽亲自侍奉在侧，数月不解衣带，清肠汤药，做得比王凤的亲生儿子还周到。王凤临终前向太后王政君和成帝推荐了这个侄子。永始元年，王莽被封为新都侯，随后历任骑都尉、光禄大夫、侍中。他进入了帝国权力的内圈，但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不是职位，而是他在职位上的表现。官越做越大，排场越来越小，每逢俸禄到手，大量分给门客和平士，朝廷赏赐下来，转手散出去。推荐人才从不收报酬，受他引荐而得官的人遍布朝野。
他的妻子穿着粗布衣裳出门迎客，来访者一度以为是仆妇。这些细节在《汉书》中被逐一记录，每一条单独拿出来都可以是作秀。但当所有细节汇聚成一个长达10几年的连贯模式，作秀和品格之间的边界就变得极其模糊。你不能简单说他在演戏，一个人把戏演了10几年，戏就会长进骨头里，但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些行为会带来什么。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他的名声不是他一个人造出来的，世人圈子有自己的传播机制，谁举荐了贤才，谁散财养士，谁在朝中仗义直言，这些信息会在太学、郡国、游宦网络中反复流转。王莽提供了素材，但真正把它变成舆论符号的是整个世人系统。他们需要一个好的外器来证明经学教育有用，证明圣人之道不只是纸上文章。王莽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。随和元年，王莽出任大司马，时年38岁。上任后广开府门，延揽天下名士。大司马府成了长安最重要的士人社交中心，他把朝廷的赏赐散出去，把天下的人心收进来。长安城里流传着一个对比：王室武侯的府邸日夜笙歌，大司马王莽的府里灯火昏暗，来往的全是读书人。这个对比本身就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。随和2年，成帝驾崩，哀帝即位。新皇帝带来了自己的外戚丁氏和傅氏。王莽识趣地交出大司马印绶，退回封地新都。一般来说，外戚一旦逝世，政治生命宣告结束。汉代的政治舞台不等人，退下去，位子立刻被别人坐满。但王莽在新都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，他什么也没做，没有经营关系，没有暗中串联，没有向长安帝消息，闭门读书，教导子弟，起居与在京时毫无二致。仿佛退回封地不是失势，而是隐居。然后发生了一件让他名声陡增的事，他的次子王霍杀了一名家奴，按当时律法，主人杀奴可以罚金了事，这不算大案，甚至算不上案。但王莽的处理方式震动天下，他逼王霍自杀谢罪，杀子正名。这件事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道德愤怒，多少是政治自觉，我们已经分不清了，但它的效果无比明确。消息传出后，世人阶层为之哗然。在一个连皇帝都包庇外戚的年代，一个退职的前大司马逼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命抵命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人把道义看得比骨肉还重，意味着他是古书里才会出现的那种人物。从这一刻起，王莽不再只是一个口碑好的政治家，他被推入了圣人的叙事轨道。各地上书为王莽请愿的奏章多达数百封，不是王莽自己要求回来，是天下人替他要求。元寿2年，哀帝驾崩，太皇太后王政君召王莽回京，拜大司马。他第2次站在帝国权力的顶端，但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，上一次他是王家子弟中的佼佼者，这一次他是天下人心目中的圣人。回京之后，王莽做的不是夺权，而是让更多人觉得他不夺权才不正常。他拥立9岁的平帝刘戡以大司马身份辅政，平帝年幼不能亲政，太皇太后年逾7旬不问细务，实际决策权全在王莽手中，但他从不表现得像一个独揽大权的人。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披着制度和舆论的外衣，增加太学博士弟子员额，扩大儒学教育规模，这是笼络世人，大封宗室和功臣后裔，这是收买政治联盟，推行惠政，赈灾减税，这是收买民心，追谥王父，追封故母，这是补上家族的名分缺口。每一项政策都指向同一个效果，让更多人觉得这个人应该获得更大的权利。元始元年，群臣上书请赐王莽安汉公称号，王莽推辞，群臣再请，再辞，反复数次，最终勉强接受。3辞3让这个套路后来被用了2000年，但王莽是第一个把它打磨到极致的人。元始3年，他将女儿嫁给平帝为皇后，大司马的女儿成为皇后，他不仅是辅政者，还是天子的岳父。元始4年，获授载衡称号，位在诸侯王之上。载衡取自伊尹为阿衡，周公为太宰，直接对标上古圣王的辅臣。元始5年，各地纷纷呈报祥瑞，白雉、神龟、甘露、嘉禾。汉书记载，许多祥瑞是地方官吏迎合中枢而主动制造或夸大的，但对普通人来说，祥瑞就是天意。天意说王莽是对的。同年12月，平帝驾崩，年仅14岁，死因成谜。后世当然会怀疑王莽，但史书没有给出可以坐实的证据。汉书只记载王莽以自身代祷，愿以己命换天子平安。这份祷文被精心保存在金柜中，后来公之于众。平帝死后，王莽没有从近亲宗室中选继承人，那些人年纪太大，可能有自己的主意，而是从远支中选了一个2岁的婴儿刘婴，史称孺子婴。一个2岁的皇帝，王莽以摄皇帝身份代行天子事，摄是代理，代理和正室之间只隔一层纸。
回头看王莽从封地归来到成为摄皇帝的全过程，最惊人的不是他做了什么，而是他几乎没有用过暴力手段，没有兵变，没有刺杀，没有武装逼宫，他用的全部工具是民生、制度、经学、舆论。这4样东西恰好是西汉政治体系最看重的4种资源。王莽不是西汉政治系统的外来破坏者，他是这个系统内部长出来的最完美产物。一个在王室家族中以德行出头的异类，一个在士人社群中以简朴闻名的政治家，一个在经学话语中被比作周公的辅臣，一个在民间舆论里被视为救世者的圣人。每一层身份都是真的，至少在行为层面是真的。他确实简朴了30年，他确实推荐了无数人才，他确实逼死了自己的儿子。问题不在于这些行为是否真实，而在于他们的功能共同构建了一个让所有人主动交出权力的叙事。圣人叙事是一台精密的权力机器，它最可怕的地方是让服从看起来像道德选择。谁会反对一个圣人？反对圣人就是反对道义本身。所以到最后，不是王莽夺走了刘氏的天下，是整个帝国的舆论场、世人网络和制度惯性共同完成了一件事，让一个人走到皇位面前，发现前面已经没有任何障碍。但摄皇帝不是皇帝，代理和正式之间还有一层纸，撕掉这层纸需要的不再是德行，而是一个更大的叙事，大到连天意都得被编排进去。